距离高考仅剩5天，这个叫居然的16岁天才少年，却在深夜徒手攀爬宿舍楼，只为见心仪的女孩一面。没想到，这次冲动的表白，竟让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偏离。居然从小就被冠以天才之名，但这光环却成了他最沉重的枷锁。当他鼓起勇气爬到女孩窗外时，换来的却是对方惊恐的尖叫和一句无情的误解。心灰意冷的他脚下一滑，从高楼坠落。这场闹剧最终以在院里躺板板收场。这次意外让他错过了高考，不得不选择复读，人生也因此提前悲催了2年。在距离第2次高考还剩5天时，居然决定不再懦弱。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向暗恋3年的女孩彭晶晶深情告白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同学们纷纷起哄，让他瞬间成为全校的焦点。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，便是懦弱。我已经懦弱了3年，今天我要勇敢。彭晶晶同学，你愿意和我携手告别高中时代吗？女孩最终答应了他，2人的关系在毕业之际似乎有了甜蜜的开端。然而，这份喜悦并没持续多久。居然的母亲在2人约会时突然出现，她完全无法接受儿子和一个比他大2岁的女孩在一起。她言语犀利，认为女孩配不上自己的天才儿子。没想到，女孩的回应更加干脆利落，直接对的居然母亲哑口无言。怎么会喜欢上我们家居然了呢？女孩潇洒转身离开，留下居然和母亲在原地对峙。母亲为了让她专心备考，辞掉工作，在学校对面租房全程监视，甚至连她和同学的正常聚会都要横加干涉。家庭的压力让居然喘不过气，而复读班的生活也并不轻松。她成了班里唯一的落榜生，不仅要面对同学的嘲讽，还要适应新班主任萨老师的严格管理。萨老师是全校最负责的老师，但他的严厉在学生们听来更像是绝不放过我们。我就要尽到一个老师的本分，想学的，老师一定全心全力地帮助你们；至于那些不想学的，甚至是想捣乱的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在这里待下去。居然和萨老师的矛盾不断升级，他认为老师不理解自己，甚至把落榜的原因归咎于他。就在这紧张的氛围中，居然的几个朋友为了给同学小凡过一个难忘的生日，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惊喜。他们用蜡烛在花园摆出爱心，还在教学楼1000多级台阶上写满了生日快乐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再次让班级成为了全校的风头。萨老师被教导主任约谈，他又气又无奈，回到班里便要求肇事者站出来。我是出力的。居然，这事跟你没关系吗？当然没了。哦，居然是出主意的。啊，居然的主意好棒哦！哦，还有老师，那个不是纵火，那个是蜡烛。尽管朋友们极力维护，但作为主谋的居然还是承认了错误。萨老师罚他们清洗所有台阶，并做值日1个月。然而，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告一段落时，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：萨老师出车祸了。这个消息让全班同学都懵了，尤其是那几个刚和老师斗智斗勇的男生，更是充满了愧疚和自责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语文考试取消。萨老师出车祸了，现在在医院。我知道大家可能很担心，但是呢，萨老师嘱咐我说不让我告诉大家他在哪家医院。在萨老师不在的日子里，大家仿佛瞬间长大了，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学习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刻苦。而居然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，也终于理解了家人的不易。他放弃了去上海的念头，决定留在北京和家人在一起。高考如期而至，又匆匆结束。在拍毕业照的那天，萨老师拄着拐杖回来了。
他看着眼前这群长大了的孩子，发表了最后的感言。就在摄影师准备按下快门时，居然突然叫住了萨老师。他代表全体同学，向这位陪伴他们走过最艰难时光的老师，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话。你说，我们忘不了你，因为我们真的恨你。但是我们也爱你。居然引用泰戈尔的诗，告诉老师不必为采摘鲜花而停留，因为一路走去，花儿会不断开放。这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湿了眼眶。最后，萨老师也向同学们袒露了心声。在生病的日子里，他其实很失落，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严厉。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开端，甚至要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忘记我也都可以接受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美好人生的开始。所以不管将来怎样，青春的故事在这里画上了句号。虽然充满了误解与遗憾，但那些共同经历的时光，终将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。